人民穿越公路求生，5分钟之后，8枚阿达兹导弹激射而出，越过高高的钢铁围墙，向着最中心的停车场飞了过去。有什么东西过去了？几个围拢在城墙上抽烟的人感觉好像有东西从头上飞过去了，不由得抬头张望。这时，那8枚阿达兹导弹已经在无人机的引导下冲向了各自的目标。我选择的第一轮攻击目标就是那2辆黑豹级别的主战坦克和6辆装甲车。尽管那2辆黑豹级主战坦克都挂上了反应装甲，但是阿达兹导弹是从顶部攻击的，导弹直接击穿顶盖，在驾驶舱内爆炸，剧烈的爆炸直接将坦克的炮塔都给扬了出去。剩下的装甲车也都是差不多的下场，有一辆最倒霉，直接引爆了弹药库，引发了讯爆，剧烈的爆炸直接将周围停放的几辆车子波及了进去，造成了严重的2次伤害。那战果甚至不比1枚阿达兹导弹差。别洗！爆炸一发生，整个营地就乱了套。有的玩家快速的来到机枪位上，想要找到敌人的方向；有的则快速的向着自己的车子的方向跑去，想要把车子开离危险地带；有的则驾驶着车子试图冲击营地大门，逃出这里。总之，营地里的玩家像是没头苍蝇一样，到处乱窜。原来是一群乌合之众，那我就放心多了。我通过无人机观察营地内的状况，从容的让小爱同学装上导弹，进行第2轮袭击。至于地狱火反坦克导弹和短号导弹，则一直处于待发射状态，用来处理突发状况。第2轮阿达兹导弹再次来袭，那些守在外墙上的玩家也发现了袭击的方向，将机枪瞄准了大致的方向开始扫射着。可是两者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，再加上多用途装甲车的变色龙迷彩，这种盲目的扫射能有几发打中都是一个未知数。第2轮阿达兹再次击中了几辆汽车，将这些车子炸成了废铁，其中有1枚阿达兹导弹，我还特意的让它偏了一下，直接炸断了一座远离自己方向的吊桥。没有了吊桥，5米宽的反坦克壕沟反而会成为圈进他们自己的围栏。除了大型的有长履带的装甲车和坦克之外，几乎剩下的车子有一辆算一辆，没有一个能越过那宽达5米的反坦克壕沟。当然，我也没彻底阻绝他们的生路，那样的话，这些人狗急跳墙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还给他们留下了仅剩的一条逃生通路。唯3缺1的战略我还是懂。看到一座吊桥被炸得粉碎，停留在车里的玩家更坐不住了，纷纷向着仅剩的那个吊桥挤去，生怕被困在这个孤岛之上。然而，按照正常的速度，50多辆车想要依次通过这座桥，大概需要10多分钟的样子。但是此时，所有人都想着快点逃命，一时间挤成了一团，谁也不肯后退，反倒是谁都走不了了，乱哄哄的挤满了桥头。看到下面的情形，我也不着急对付他们，反而击中火力对付那些落在后面的车辆。一辆辆车子被阿达兹导弹点了烟花，听到身后的爆炸声，那些玩家更慌了，更加拼命地向前挤去。可是越挤越冲不过去，一辆超级房车为了抢路，一狠心直接将油门踩到了底，一头将对面一个抢路的悍马撞到了反坦克壕沟里。那个超级房车撞开了路之后，刚要上桥，斜刺里忽然一辆悍马冲了上来，架起机枪对着房车的驾驶室就是一梭子。打了我们白熊团的人就想走，把人给我们捞上来，赔偿损失，不然老子打死你！白熊团的瘪三还敢动枪，兄弟们，灭了他们，说不定外面的人就是他们引来的，干了他们！超级房车也不示弱，后面的庞大车厢内打开了2个射击孔，2挺机枪伸了出来，不断的扫射着。这一下直接挑起了两方的怒火。原本白熊团和拳击手车队是平等联盟，可是白熊团的首领以及一众精英被我在飞艇上干掉了，结果导致白熊团实力大损，导致联盟的平衡被打破。拳击手车队自认实力强大，想要压着白熊团一头。白熊团的玩家迫于实力不足，只能忍耐。平时也就算了，现在到了逃命的紧急关头，他们压抑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了，纷纷抄起家伙对着拳击手车队的玩家开火。拳击手车队的玩家也不是弱势，纷纷开枪还击。一时间，营地之中到处都响起了枪声，两队人之间互相造成的伤亡比我造成的还多。这一幕把外面的我都给看傻了，我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自己内讧了，两方打了起来，而且还异常的激烈，连 RPG 都用上了。人还真是奇怪的生物。我摇了摇头，命令小爱同学继续攻击。8颗阿达兹导弹，5枚用来对付拳击手车队，3枚对付白熊团的人。2轮打击过后，场上只剩下了6辆还算完好的车，其中就包括那辆蝙蝠车。这么顺利，接下来就不能瞎搞了，不能全都打死，还得留下1、2个问问情况。想了想，我发射了5枚阿达兹导弹，瞄准了剩下的那5辆车子，留下了那辆蝙蝠车，准备问问情。可是那辆蝙蝠车忽然将4个轮胎收了起来，弹出了4个喷口，这些喷口都喷出了火焰，蝙蝠车竟然飞了起来。我操，居然还能飞，这家伙要跑！我见状，立刻发射了1枚阿达兹导弹。这个时候，哪怕不问情况，也不能把对方放走。
可是那枚阿达兹导弹射到蝙蝠车附近，居然莫名其妙的拐弯了，没有诱导弹，没有干扰拨条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个导弹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拐弯了，从蝙蝠车的旁边擦了过去。导弹出故障了。我不信邪的直接发射了2枚阿达兹导弹，一左一右向着蝙蝠车射去。可是眼看着2枚导弹要击中蝙蝠车了，却又都莫名其妙的绕了个弯，擦着车身飞了过去，凌空爆炸。怎么会这样？阿达兹导弹是我的主攻武器，可是接连几次都是攻击无效，这说明对方绝对有对抗这种武器的手段。这家伙怎么有这种东西？难道又是一个莫里亚蒂布治下的托？得试试。我又启动了短号导弹和地狱火导弹，这2种导弹，一种是热成像导引，一种是半主动激光导引。我不信那家伙能防御住所有的引导系统。2枚导弹一前一后向着天空中的蝙蝠车飞了过去，然而仍然和阿达兹导弹一样，在快要接近蝙蝠车的时候就转弯绕了过去，随后凌空爆炸。此时那台飞车已经缓缓地飞到了我前方不足100米的空中。举手投降吧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不要试图反抗，我的力量不是你能想象和匹敌的，我可以给你一个臣服我的机会。臣服？呵呵，恐怕我一出去就会被打成筛子吧。既然导弹不行，就用近防炮试试。我将武器换成了1130近防炮，对准了空中的蝙蝠车，扣动了扳机，一连串30毫米口径的近防炮炮弹射向了蝙蝠车。然而空中的蝙蝠车就一直悬空在原处，一动也没动。密集的炮弹打在蝙蝠车上，发出了乒乒乓乓的声音，但蝙蝠车却毫发无伤。哈哈哈，我这可是7级的装甲，根本就不是你那些区近防炮可以突破的。老老实实的投降吧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不然我可就要不客气了。蝙蝠车里，一个光头上戴着一个金属圈的家伙语气冰冷地说道，他的眼中满是凶残的光芒，他目光扫视着丛林，心中有些急切，低声说道：快出来啊，快点出来，该死的家伙，怎么还不出来？